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2025年的9月，娱乐圈被一宗离奇而震撼的事件划破夜空。一位曾经光芒万丈的男演员于朦胧，在9月11号传出不幸的消息，但事情远比你想的要黑暗得多。这不是普通的通报，这是一场被掩盖的惨剧，一封悲痛留言，一场来不及逃脱的暗黑规则。当局封锁消息，压制舆论，连警方都迟迟不发声，反而先抓了3个爆料人，但民间的怒火却再也压不住了。短短2周之内，网络上关于于朦胧案情的爆料像决堤洪水般大喷发，包括他疑似遭受不当对待的声音和画面，医院的监控影片，甚至有传言说他在被送进医院时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还有更惊人的消息，据说他吞下一颗藏着机密证据的 U 盘，内容涉及军火走私和洗钱，甚至因为他的生日跟习近平一样，都是6月15号，网上传出所谓献祭论。如今连 BBC 中文网、新加坡海峡时报、今日澳洲等国际媒体都开始报道此案。然而，真正让整个事件升级的是9月24号晚间，海外知名时政博主老登公开了一封于朦胧亲笔写给他母亲的最后留言。那不只是一封信，那是一份从黑暗深渊中传来的哀鸣与控诉，也是完整了解于朦胧案的惊人重磅资料。老登早就收到了国内提供的于朦胧留言，很多网友要求他发布，老登一直没有播出，因为提供的人要征求与妈妈的意见，看是否要公布出来。现在已经获得了与妈妈的准许，老登完整公布了于朦胧的这份留言。这份最后留言犹如杜鹃啼血，于朦胧对妈妈揭开了事件的最后一层黑幕，我们得以看到最惊悚恐怖、悲切无助的生命画面和悲剧深层的原因。留言中所提到的人物远远超出之前外界点名的什么程青松、蔡以嘉、吉光光，包括宋伊人在内的那几个帮凶喽啰，他们背后的那个巨兽才是一切黑暗的来源。我希望保持完整性，所以展示于朦胧最后留言全文。他写道：妈妈，我现在被禁锢在一处公寓楼里，窗外是漆黑的夜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我感觉自己可能遭遇不测了，那些阴影越来越近，越来越紧迫，我得匆匆跟您告别。妈妈，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进来害我，这不是玩笑，也不是幻觉，我的心在颤抖。现在发给您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绝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原本只是想演好戏的年轻人会被逼到这样的绝境？妈妈，我好怕，但更怕的是来不及跟您说这些心里话。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请您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没有能陪您到老。我以前跟您说过，我从艺而成功是幸运，也是不幸。那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娱乐圈只是一个光鲜的舞台，能让我实现梦想，让您骄傲。记得我第一次拿到角色时，您高兴得像个孩子，给我包饺子庆祝。可谁知这行当的黑暗远超我的想象。我原来以为这行当只是对女演员凶险，她们柔弱，需要面对那些肮脏的交易，而男演员毕竟可以保护自己，有力气，有骨气。可真正入圈以后，我才醒悟过来，只要你有姿色，有形象，无论男女都不安全。潜规则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每一个人。如果你违心的接受，就能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星光闪耀。可如果你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坚持自己的底线，你就一定会万劫不复，轻则被雪藏，从此无人问津，事业凋零；重则会有生命危险，被那些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直到彻底毁灭。妈妈，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例外，以为凭借着才华就能立足，可现实像一把刀，一刀刀剜着我的心。那些夜晚，我独自在房间里哭泣，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曾经的俊朗，如今只剩苍白和疲惫。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残酷？为什么单纯的梦想要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我好后悔，好想回到从前，和您一起在新疆故乡过平凡的日子。我抗争过，也被雪藏过。那段时间，我拒绝了那些肮脏的邀请，试图用作品证明自己。可残害我的那只权贵的巨兽，真的可以一手遮天。它的势力那么广，那么有力，无论我如何选择，都难逃那个家庭的魔掌。他们把我当作棋子，摧残我，利用我。我成了他们的玩物，任由摆布，同时还被迫成了他们洗钱的帮凶。那些天文数字的金钱，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却像毒药一样渗入我的生活。妈妈，您知道吗？每次看到银行转账的那些数字，我都恶心得想吐。那不是我的钱，那是肮脏的，是带着肮脏印记的。我试过逃脱，试过求助，可每一次都像撞上铁墙。雪藏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没有工作，没有曝光，只有无尽的孤独和恐惧。我在公寓里度日如年，手机铃声响起都让我心惊胆战，生怕是他们的召唤。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就因为我长得还算好看？就因为我拒绝了他们的恩赐吗？我的身体被侵犯了，心灵被撕裂了，可我还是想告诉您，我从来没有屈服过灵魂。那种绝望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一切希望。我只是个小艺人，没有大富大贵、攀龙附凤的野心。从小您教我做人要正直，我一直记着。可那个号称亲王的老男人，他的眼神像狼一样贪婪，每次靠近都让我脊背发凉。还有远在澳洲的小公主，他们的世界那么遥远，却又那么近地纠缠着我。高层的权斗更是我不敢涉及的，那种阴谋诡计像深渊一样吞噬一切。我要跟您讲，我没有接受这个家庭的任何金钱好处，包括今天他硬塞给我的高级手表。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还给他，哪怕用最后的力气。妈妈，儿子的身体可能不清白，那些夜晚的屈辱让我夜不能寐，可我的灵魂是清白的。它像一缕微弱的光，在黑暗中顽强闪烁。我拒绝了他们的诱惑，拒绝成为他们的傀儡，可这又有什么用？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随时可以丢弃。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泪水模糊了视线。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要卷入这样的漩涡？妈妈，我好累，好想回家，躺在您的怀里，像小时候一样，什么都不想。最近那个家庭有麻烦，有人找我调查他们往澳洲洗钱的事情。那些调查人员来找我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根本没参与那么深。可那个亲王却怀疑我出卖了他们。今天的酒局就是纠缠这件事。他眼神阴暗，言语间满是威胁，还怀疑我储存了相关资料。妈妈，我哪有那种心机？我只是个演员，只想演戏而已。我百般解释，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的清白，可他偏不信，已经公开说要让我彻底晋升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了。酒局上的灯光刺眼，笑声虚假。我坐在那里，像个待宰的羔羊，绝望如潮水涌来。我感觉自己已经在坠落，无底的深渊在等着我。为什么他们不信我？为什么要让我消失？这个世界还有公道吗？伴君如伴虎，伴亲王如伴狼。他们这个家庭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他们权势滔天，手眼通天，普通人如蝼蚁般渺小。
今天如果我真的不幸离开，妈妈您不要难过，也不要为我申冤，因为这个天下就是他家的，您去哪里申冤呢？那些衙门，那些媒体都在他家的掌控之下，您申冤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妈妈，我不忍您为我伤心，更不忍心您卷入这泥潭，请您忘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过好自己的日子。想到这里，我胸口如被巨石压住，呼吸都困难。生命如此脆弱，梦想如此渺茫，我好不甘心，却无可奈何。您曾经当面夸我是明星，我跟您开玩笑说我只是流星。如果我今天真的走了，您想我的时候就仰望夜空吧，那时一定有一颗流星飞过，那便是我。妈妈，我爱您，这辈子做您的儿子是我最大的荣幸。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您的孩子，不再追逐那些虚幻的星光，只想平平淡淡陪您到老。可现在一切都晚了，夜越来越深，他们的脚步声仿佛在门外响起，我要关机了。妈妈，再见。这封信里的信息量太庞大，牵扯到的黑幕太深，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艺人之自我了断的层面。当中提到的那个亲王是谁？那个澳洲小公主又是谁？这似乎已不是模糊的概念。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您怎么看于朦胧的这封最后告别信？您觉得真相会不会有一天浮出水面？请在留言区留言讨论。读完于朦胧的绝笔信，它只是开端。我再来讲此事之外更惊人的事实。2017年，一笔被网友翻出的工商登记资料，把整件事拉向更惊悚的方向。那一年，有人以于朦胧的名字注册了一家企业，经营项目居然是第13类军火烟火产品，根据官方分类是属于军事武器类别。而这个公司和他本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人借他的名义，还是他在不知情中被卷入？这成为网友争议的焦点。更惊人的是，有传言指向这家公司背后的钱流动方向，疑似和一位叫杨兰兰的澳洲人物有关。他在澳洲被质疑在帮中共洗军费。这家公司难道只是一个洗钱通道？而于朦胧不过是这个系统里的一颗小棋子。于朦胧案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被北京朝阳区警方火速排除刑事嫌疑，但案件的一个个疑点不断在网络疯传，甚至传出他生前受虐的影像，粉丝悲愤不已。网络舆论指于朦胧是因反抗高层大佬潜规则而被害。网传录音和视频信息披露，他最后参与的酒局涉及中共高层大佬。鉴于警方迄今不公布案情，官方极力压制舆论，不断删帖抓捕爆料人，让外界更加怀疑案件另有隐情。于朦胧案已经引发民情大爆发，甚至可能冲击中共政局。当下于朦胧这3个字无疑令中共胆寒。有圈内人回忆说，2019年横店某部戏的收官宴上，于朦胧的一生因一张房卡而彻底转弯。当时一位投资人主动递上房卡，于朦胧没有半点犹豫，低了头假装喝醉，始终没有接过房卡。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无聊的应酬，但没想到这个举动竟成为对他的尊严与未来的公开羞辱。隔天，原本确定由他主演的男主角通告被毫无预警地撤掉，连夜间宣传海报上他的位置也换成了别人。这就是暗黑资本和背后官场的可怕力量。这哪里只是单纯雪藏，根本是把人推入深渊。那段时间，公司把所有资源通通出清到同批出道的另一个艺人身上。整整3年，他从光鲜亮丽的屏幕前淡出，
只能靠拍平面照片、接婚礼主持这类零散工作，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他没有被现实打垮，更没有自暴自弃，他把这段被暂停的日子变成充实自己的机会，跑去山里教农村的孩子们读书识字，认真学习合同法和版权相关课程，甚至把经纪人换成了一个律师出身的朋友。直到2023年某电视剧举行试镜，导演一句“你的眼神不一样了”，才让他重新抓住机会回到演艺圈。那时他干净的眼神里多了故事感，多了坚毅，也多了对这个圈子的清醒。有人做过统计，2022年内地演艺圈 62% 的新人演员合同中都藏有配合商务应酬的这类模糊条款，只要稍微拒绝就可能被认定违约。后来于朦胧在接戏前都会先确认投资方名单，签合约时也一定要加上无强制商务陪同的条款，好好保护自己。他曾说，我不是要硬干，只是想站着把戏演完。于朦胧的个性向来不争不抢，是个温柔又善良的大男孩。当他说出这句话时，背后藏着的委屈与心酸让人忍不住心痛。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可依靠的他，只能靠自己一步步撑到现在。真心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这种悲痛不再发生。我们一定还记得于朦胧的遗书中那句话，他们的脚步声就在门外。这样一个警觉而绝望的灵魂，真的会在酒醉后失足，草草结束生命吗？下面我来带您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灵界的讯号，命理师的解读，来看看于朦胧究竟发生了什么。台湾命理师沈荣通过通灵方式接触于朦胧的灵魂，解读阿卡西记录，那是灵界资料库，据说记录着每个灵魂的经历。他在与灵魂频率连接的第一瞬间，就感受到一句强烈的讯息：我不是自愿离开的。这不是一般的讯号，而是一种高频率的灵魂求救，伴随的讯息还包括我被陷害。沈荣说，这样的频率通常只出现在非自然离世、冤屈离世的灵魂身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还感应到2组能量波动，这些能量在灵魂记忆中极为深刻，代表生前曾遭受身心与心理的重大创伤。还有，在一次直播中，当粉丝问他额头怎么会有伤，他笑着说了一句：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记住，那绝不是意外。这句话如今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是巧合、玩笑，还是他早就知道自己正在被盯上？沈荣进一步指出，于朦胧并非与加害者之间有个人恩怨，而是因为某个庞大丑陋的系统随机盯上了他。这是一场权力与利益联手的狩猎，而他只是刚好成了猎物。在灵界中，他仍在呼喊：我不是自己离开的。我们无法用科学验证灵界，但这些讯息与现实中的蛛丝马迹一次次地对上了。他曾留下警告，他的灵魂仍在哭喊，那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吗？一场酒后失足的盖牌，演得住现实的血迹，却掩不住千千万万人心中的疑问。此外，近日网络上还疯传的一张疑似于朦胧母亲的告冤书显示，于朦胧母亲手中握有儿子出事前后的关键片段、知情人的证词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于朦胧离世绝非意外，而是一场蓄意的伤害。于朦胧母亲表示，儿子出事后，她无数次奔波求助，但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还试图压制真相，堵住他的诉求。他强调，他愿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只求能告慰孩子的在天之灵，让他知道他的父母从未放弃为他讨回公道。
一名自称北京律师的网友出来证明，自己住在15号楼，于朦胧出事的是18号楼。若真是意外坠楼，应会留下损坏痕迹，窗户是往内拉的，几乎不可能有人因醉酒误坠，除非助跑才有可能，逻辑根本不通。另一名前屋主也公开表示，该社区窗户高度确实过高，喝醉酒想不小心跌出去几乎不可能。不过，这些质疑影片不久便被删除，更让网友相信于朦胧案绝对不单纯。有网友发现，于朦胧出事的北京阳光上东社区，许多住户开始集体卖房。实际从房天下网站上可以看到，二手房的栏位显示有多达93户待出售，价格约在1150万人民币到1650万人民币左右。网站资料显示，该社区建于2006年，总户数2483户，共30栋楼。房天下等网站的卖房消息曝光后，网友纷纷留言，他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怕被下黑手，所以集体卖房跑路，业主集体恐慌性抛售，可想而知发生的事有多不简单。还有网友吐槽，不跑等着被晋升吗？有冤魂谁敢住？于朦胧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全貌，但我们看见太多不合理的迹象。最后坠楼这4个字，压得住这么多人的恐慌吗？阳光上东社区的灯光还在亮，但里面住的是人，还是压力与恐惧？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